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，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，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。德国媒体评价称，这是默克尔与习近平的告别通话。在默克尔16年的执政生涯里，中德领导人保持高频次会晤和交流。默克尔还12次访华，打卡12座中国城市。在这次通话中，双方聊到了哪些内容？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何去何从？来看看报道。周三下午，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，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同默克尔总理相互招手，彼此致意。这是一次特殊的会晤。已担任德国总理16年的默克尔不久后将卸任，他原计划再度访华。由于疫情，两位领导人商定以视频会晤的方式再度会面。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。习近平指出，人之相识，贵在相知；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。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，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。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你也即将卸任德国总理。中国人重情重义啊，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。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，欢迎你卸任后啊，也多来中国走一走、看一看，还可以去啊。你希望去的任何地方，我们有机会啊，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。习近平说，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，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，实现了共赢。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的好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。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，实现互利共赢。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。你对于中德关系、中德合作，对中国的一些情况的了解啊，也是比较深刻的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你对中国的兴趣，总是选择一些不同的地方去走一走，包括对四川的麻辣烫也感兴趣啊。明年这是中德建交50周年，我们真希望啊，这些还可以延续下去。在中欧关系方面，习近平表示，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。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，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，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。习近平强调，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，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。默克尔表示，我对我们10多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。我任德国总理期间，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，国力今非昔比，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。我一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，双方可以就彼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，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发展。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，在这次特殊的视频会晤中，习近平说，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，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。海外舆论也高度关注此次中德元首视频会晤。德新社引述德国联邦政府副发言人菲茨的话说，这是默克尔与习近平的告别通话。菲茨透露，二人讨论了包括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、气候保护议题、疫情防控、中欧投资协议等议题。法国广播电台报道称，如若不受新冠疫情影响，默克尔肯定会亲自再到访中国。近年来，中德两位领导人保持高频次会晤和交流。默克尔任内曾12次访华，发起并同中方共同主持了全部6轮中德政府磋商。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习近平主席就同默克尔总理6次通电话，多次共同出席中欧之间的视频峰会。2008年10月23日，默克尔访华出席亚欧峰会，还特地带了一本中国作者李尔的长篇小说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作为礼物赠予中方。这本书里并没有西方刻板印象中的陈旧中国元素，相反，他所描述的是中国农村变革进程。后来，默克尔还和李尔见面。他说道，西方知识界应该更多了解中国。当时德国《每日新闻报》便评价称，默克尔开始设法改变自己，像一个孩子般学着理解中国。
在默克尔16年的执政生涯里，12次访华打卡12座中国城市，而且每次都是深度游。他不仅到深圳等一线城市领略高新科技发展，到成都菜市场里买郫县豆瓣酱、学做宫保鸡丁等了解中国文化，还曾到合肥农村学校里参观考察，惊叹中国农村经济与教育的变化。在教室里，默克尔还客串数学老师，甚至故意答错题逗孩子们笑。2010年，默克尔在西安度过了自己56岁生日。在大唐芙蓉园的早餐会上，默克尔收到了一个寿桃。2016年，默克尔参观了沈阳故宫，民俗手艺人为默克尔捏了一个默克尔面塑小人儿。当前，德国政坛正处在转型期。9月26日联邦议会大选后，默克尔总理领衔的联邦内阁仍然在职，一直到1个月后的10月26日，新一届联邦议会首次召开全会为止。而即便到10月26号之后，只要新一届政府没有完成组阁宣誓就职，默克尔就得继续担任看守总理。